大家好，我是大伟。有句老古话叫做“呼吸到腰，健康到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在鼓励我们多去做腹式呼吸。腹式呼吸很多人都听过，但是你真正懂得会做的人却是寥寥无几啊。腹式呼吸给予我们的身体带来的益处实在是太多了。给大家随便讲几个第一个，通过练习腹式呼吸，可以很好的刺激到我们深层腹部的核心肌群通过刺激核心肌群，又能加强我们五脏的运化，从而达到调养五脏的一个效果。这是其中之一。其中之二呢，就是通过这个腹式呼吸调气、顺气、理气，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变缓，从而达到什么呢？这个心里面会变得特别的宁静不爱发火这个心里面变得特别的好。第三个就是说，通过腹式呼吸，你还能够帮助我们把身体当中的一些不好的杂质快速的代谢掉体外。同时呢，帮助我们让身体分泌更多有益的一些激素所以你会发现长寿的老人，他不但气息平稳，而且他们的心态也非常的好。这些人其实很可能在背后都会偷偷的练习腹式呼吸那么今天我将会教大家如何的正确的去做腹式呼吸做完以后你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身体上面非常的舒服。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同时看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开始讲解动作。首先讲腹式呼吸，大家一定要简单的先了解一下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些结构这个非常重要首先第一个，我们身体上面一个是胸腔，一个是腹腔。胸腔和腹腔中间隔着一层膜，叫做横膈膜为什么要讲这些结构呢？因为我们要讲2个底。第一个底呢，就是胸腔的底部是横膈膜，腹腔的底部是盆底肌。这2个底非常重要就像一个瓶子一样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这个盆底肌给收紧。盆底肌怎么收紧呢？就是有一种憋尿的感觉同时你去提肛微微收一些小腹就做起来感觉就是说你只要盆底肌一收紧它这个小腹自然会往内收。这个呢，就是把我们的底部先给固定住。如果我们底部给散了，那你这个怎么样去练腹式呼吸，这个气都会下沉，不好。所以呢，我们底部时刻的固定住那么固定住底部以后你会发现小腹发酸有一些发酸的感觉，一定要去寻找那种憋着的感觉这个是底部。底部做好了以后，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呼吸的规律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呼吸是胸廓打开，大家看吸口气，胸廓打开。那么当我们进行深呼吸的时候，你看深呼吸，胸廓打开，同时呢，膈肌会微微的往下沉这个时候是深呼吸的一个状态。膈肌往下沉，我们的腹部里面的气压其实会有一些变化的。在这里我们不讲这么深奥，我们只需要记住了把这个底部收紧，然后来深呼吸，看吸，手可以跟我一样做，把胸廓完全打开，来吸，吸气了以后，然后呢吐气的时候，双手按住我们的小腹，同时腹部向内收紧，让盆底肌收紧，把这个气有一股气压往上去冲。冲的是哪里呢？冲的是我们的膈肌。你看，当我们腹部收紧，盆底肌也收紧，我们的气压自然会往上顶住我们的膈肌。膈肌一顶住，就会把我们的双肺往外解压，然后把气吐出来。你要有一种这个气是被顶着吐出来的感觉你看，来吸，吐，按着我们的腹部往上去。好，再来给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吸，完全的打开，吐，好。其实在做的时候，一般2到3个，你会发现一呼一吐之间，这个腹部里面就像一团火焰在最深层在燃烧。很多朋友可能做过这个卷腹或者仰卧起坐，他们做完以后第2天会反馈酸，酸的是哪里呢？表面酸。但是你做完这个腹式呼吸，酸的是哪里？最深层很深很深的地方会有这种酸胀感，你一定要去寻找到这样的感觉。我们再来一次来吸气，缓缓的吸，胸腔打开，然后手放在腹部，盆底肌始终收紧的。好，来收腹部，腹部收，
把这个气啊往上去顶住我们的膈肌啊，膈肌上顶以后，把气吐出来，来顶吐气。吐气的时候，腹部啊一直往内收啊，这个过程当中啊是非常累的。你不要以为很简单，你做完2到3个以后，腹部还没有感觉，一定要去把这个视频啊再看一遍，你看是哪个步骤啊做错了。一般来说，高手做1个就有感觉，新手一般3到5个他就开始啊这个腹部啊开始有感觉了。特别是很多人啊，就女性，她这个长期啊，比如说久坐或者以前啊生过孩子，她的这里呢，她反应啊会比较弱，所以呢要耐心多做几次啊。好，我们讲完了这个以后，很多朋友会问，那我还听过一个叫逆腹式呼吸，什么意思呢？其实逆腹式呼吸只不过是把我们里面的节奏啊给反过来做一下。你只要了解了我们这个呼吸的原理啊，其实都是在原理之上的。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啊，大家可以听一听，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刚开始就念。逆腹式呼吸是什么意思呢？你看我吸气啊，膈肌自然下沉，是吧？膈肌你看下沉，下沉了以后是不是压缩了我们这个腹腔的一个气啊？那同时呢，我的盆底肌也在往上提。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的气流啊就会往我的腹部啊四周去往外去窜，对不对？但是呢，我此时再把我的这个腹腔周围的肌肉给它再往里压缩，就是说我们通过四周的压缩，无形之中啊把这个气压往里面去挤压，然后给我们的人为的制造出一种向内的阻力，这个就叫做逆腹式呼吸。也就是说，我们吸气的时候，肚子啊就要开始收紧，全部要收紧，让我们的内部啊保持紧，然后吐气的时候放松啊。这个是逆腹式呼吸啊，它和我们的腹式呼吸啊是相反的，带来的效果也不一样。我建议大家先从第一种开始练，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后面详细的给大家来讲一下什么叫做逆腹式呼吸。好的，今天视频啊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脾胃不好，消化吸收差，吃完饭以后啊，总感觉肚子里面发胀。我今天啊教给大家一个小动作，这个小动作啊，你放在饭后半个小时去做。不仅啊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和吸收，同时呢，通过这个动作还可以调好我们的一个脾胃，让我们的消化吸收功能啊变得更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动作啊教给大家，希望大家看完以后感觉有用的，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你的2个字啊可能会帮助更多的人。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咱们这个动作啊分为2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揉腹。说到揉腹啊，很多朋友都说自己肚子胀的时候喜欢揉一下，但是大部分人的揉腹啊是不能够通达深层的。今天教大家的这个揉腹法，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首先，我们的揉腹法啊是有4个点，第一个点呢是放在我们的腹股沟啊，一般我们都是放在右下方的腹股沟，然后往上啊走到我们的肋骨，你摸到个硬硬的啊小骨头啊，往左，再到我们的肋骨，再往下回到腹股沟。它是一个属于一个正方形啊，正方形的一个揉腹啊。我们正常很多人揉腹啊，它是揉的是个圆形啊。我们正方形的揉腹呢，你可以试一下啊，看感觉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啊？做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啊也要跟着去动啊。你看做的时候身体也要跟着去动，而不是单纯的靠手臂，这是靠手臂，这是靠我们的身体啊跟着去动啊。感觉啊是完全是2种感觉，然后呢，我们再配合着呼吸。你看，在我们啊右半区的时候，我们是吸气；到我们的左半区的时候呢，我们是吐气。看，来吸、吐、吸、吐、吸、吐啊，按照这个顺序来。好，这个动作啊，大家先熟悉一下。当你把这个动作做好了以后，我们开始做脚上的动作啊。脚上的动作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从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来，你看，啊，配合脚上的动作一起做啊。为什么要带着我们的脚上动作呢？其实啊，我们想要让我们的消化吸收好，一定要注意，它不仅仅啊是一个揉腹的过程，它是一个要活通我们全身的气血、打通经络的过程。所以呢，你想要你的脾胃好、消化吸收好，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啊加上去。你看腿部的一个动作，啊，往上提，配合呼吸，吸、吐、吸、吐、吸、吐、吸、吐，按照这个呼吸啊去做。
我们正常啊，饭后去做上一个40下到60下，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有很多朋友啊，他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有的朋友会打嗝，有的朋友啊下面会放气啊，就是或者肚子里面咕噜咕噜的，为什么呢？因为通过这个啊，加快了我们肠胃道的一个蠕动，更好的促进了一个吸收，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作。所以希望各位朋友们呢，学完了以后啊，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并且把这么好的一个动作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好了，今天的视频啊，我就分享到这里了。没有关注我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我是大伟，专门分享非常实用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的肚子比较大，内脏脂肪多，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呢，也没把肚子平坦下来，那么我告诉你啊，一定是你的方法上面出了问题。咱们肚子啊是典型的易胖难消，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即便是一个人啊，他四肢啊比较纤细啊，然后到了中年以后啊，肚子依然会大，因为肚子这里啊是我们气血经过的一个枢纽。那么肚子这里呢，因为我们很多人啊长期久坐啊，包括躺卧的一些不好的习惯，都会导致我们肚子这里的一个局部代谢的能力啊降低。想要快速的把肚子啊给它瘦下来，一方面要提高我们整个肚子上面的一个代谢能力。第二方面呢，就是要把我们肚子深层当中的一些肌肉给它全部激活。只要满足了这2点，你的肚子啊就能快速的小下来。那么今天啊，我要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啊就能满足以上的2点，而且你做完以后啊，还能很好的锻炼我们的全身。好了，话不多说，如果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啊，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那么现在咱们来开始讲动作。咱们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就一个字。抖，但是这个抖呢，它是有规律的抖啊。通过这个抖，加快咱们整个腹部的一个代谢，而且激活我们更深层的肌群。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先演示一下啊。正常做的时候呢，双腿微微弯曲，手抬起来，肩膀下沉，快速的让我们的骨盆来回的啊做一个旋转啊。你看，就这样快速的抖动。那么抖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规律啊！大家看，我抖的时候不能说我肩膀一直带着一起抖，那就不对了啊！我们抖的时候就专抖我们的一个骨盆，带动着我们的腹部的核心肌群啊一起发力。那么很多朋友啊刚开始练的时候，他感觉哎这个动作看似简单，但是自己做啊找不到感觉，怎么办呢？我们把这个动作分为3个步骤啊，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讲。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手啊自然下沉啊，腿分开，然后呢你看。骨盆左右转啊，转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啊，我们的腹部啊要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啊，来回的把骨盆左右转，慢慢的转，找一种放松的感觉，越转越放松。同时，我的肩部啊不要刻意的来回的啊带着一起动啊，尽量保持一个稳定下沉。好，当你转的时候呢，能找到这种感觉了以后啊，感觉稍微腹部有点酸了。好了，我们开始把这个频率啊加快。你看啊，肩膀还是往下沉，腿部微微弯曲。快速的把我们的这个骨盆啊转起来啊，快速的抖起来。那么在抖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仅仅是腹部在发力，我们的臀部啊也会有一种啊抖动的感觉。好了，当你能找到这种抖动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开始把手架起来，这个呢就是难度更强了。手架起来是为什么呢？让我们的肩膀更加稳定，同时腹部啊来回的转啊，大家看可以慢慢的先开始抖啊，先开始转，控制它。然后呢，慢慢的开始把这个频率啊加快，在加快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找到一种松劲。什么叫松劲呢？就是你在快的时候啊，越快，你的这个里面的肌肉感觉越松啊，这种松劲。好，就这样，找到感觉以后，你去做啊。刚开始你可能只能控制个2、3秒，然后后面这个节奏就乱了。慢慢的，你随着你的这个锻炼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控制的时间越来越长，从3秒到5秒到10秒钟。我们只要做这个动作，哎，感觉这个腹部里面啊有发酸啊，从里面深层的这种酸胀感，然后同时呢，里面小腹当中有一股暖流，热乎乎的。那么这个动作你就做到位了。它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们的腹部、减我们腹部赘肉的一块动作，可以说是精准的，可以帮助我们强化腹部、减腹部上面的赘肉。同时呢，它还能帮助我们锻炼我们的全身啊，练活我们的腰椎。所以说这个动作非常好，大家每天把这个动作累计做上3分钟到5分钟左右的一个区间，你只要坚持一小段时间，7到14天左右啊，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越来越紧致，越来越瘦。好了，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把它收藏下来。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啊腰都不太好，特别是腰不好的人，还连带着坐骨神经一起出问题的，也是大有人在。咱们今天啊，大家都看到啊，我教大家2个动作，这2个动作可以说是和你以前接触的动作啊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你要相信我，你跟着我去练完这2个动作以后啊，你的腰部、你的神经啊，一些比较紧张的地方都能完全的松开来，而且只要经常练一练啊，就能很好的去稳固你的腰椎，打开你的这个神经的一个通道啊，释放出来一定的空间。练着练着，你就会发现啊，腰、腿、背都能完全的打开，因为腰它是作为人体的一个中轴，所以腰好了，你的腿脚包括背部啊，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跟我做完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同时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和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们现在来开始看动作。咱们这一次啊，总共有2个干货动作，咱们先讲第一个啊，非常简单，你看就坐着啊，腿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这个姿势很简单吧？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摆过这个姿势啊。你看左腿啊往下放平，右腿啊立起来。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手臂这一侧啊，你看往前去压，压在这里，另一侧呢放在我们这个手臂的前侧啊，这样放。这个动作是锻炼我右侧的这个腰部的，去给大家进行一个拉伸和释放。好，然后此时动作形成以后，把腿伸直啊，伸直，尽量去往下去伸啊。你看什么叫往下去伸呢？这个是伸直，这个是往下去伸。好，当你达到极限，你看我再往下动不了了，这就是极限。动不了以后怎么办呢？好 ，OK， 我们开始把脚，你看去旋转，是转啊。你会发现啊，你哪一侧越紧，你这个脚啊转起来就越费力，而你脚只要一转动，这样一转，哎，它就带着咱们的整个腰背啊肌群全部就拉伸到了啊。咱们就这样看来，做的时候啊，是目光啊是朝下方的啊，因为我要给大家讲解视频，所以呢，我眼睛会看着我摄像机的位置。但是咱们做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姿势啊，眼睛看着下方，看我手指这个位置啊，看好，然后来转动，每天转个10下到20下，可以在睡前的时候做。2、3，很吃力的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做起来是很吃力的。5、6、7、8，注意看我脚尖，9、10，好，转完了以后回归我们正常的一个姿势。好，此时你活动一下你的身体啊，这样活动一下，好，你会发现啊，这半边身子啊就像没有了一样，那么轻飘飘的感觉特别的爽。然后呢，我们再下一个，你看，比如我锻炼我的左边要不把它牵扯开来，对不对？那我左腿就要立起来，右腿就这样啊，放好。此时一样的，把我的左手啊，你看放下去，然后右手放在左手的前方，大家看啊，右手在左手的前方，然后把腿伸直。好，形成这样的姿势以后呢，你看腿再往下伸，这个是伸直，这个是再往下。好，然后腿转，1、2、3，好，眼睛看这个位置，眼睛看这个位置。4，好，5啊，我们就这样做10下。6、7、8、9、10，好，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啊，感觉原来就是你正常感觉不出来的，动作一摆出来，很多身上紧的地方就随着我们这个脚转，慢慢就显现出来了。然后转着转着，这个地方拉开了以后，再活动一下你的整个腰部啊、背部，都会感觉特别的舒服。这是今天教给大家的第一个动作。我相信大家把这个动作学会了以后，你们就会有满满的收获。最好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以免想要学找不到了。好，来讲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更简单了啊，在这里呢，我的演示是什么呢？啊，我不能把头这样做这个动作，我们做的时候头是这样埋进去的啊，你看手抱背，头埋下去，但是我这里呢卡着一个麦克风，我只要一做这个动作，马上音就爆了啊，所以呢，我们做的时候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啊。这个动作的重要点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就像晚上睡觉之前趴在床上啊，或者在瑜伽垫上都可以，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脚，你看来回的搓动啊，这个角度可能看不出来，这样看，看到没有？脚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好。我把这个动作，我马上不讲话，我把这个动作完全演示一下给大家看。我们正常做就是这样做啊，我们正常做就是这样做啊。但是为了给大家演示，我头是要抬起来的啊。我们是把正常做把头是低下去的，然后把脚你看来一前一后，一前一后，一前一后，
就像一个小虫子啊在地上蠕动一样。其实我们脚在一前一后的时候，你可以把手放在后面，你会发现啊，它是在锻炼着我们的腰部，它肌肉啊是一直像2根筋啊就绷在这里啊，来回的去搓，就是你这个脚啊一前一后来回搓动搓动，它就把我们的骨盆的位置啊，我们的整个腰椎的位置啊给它排列好了啊。所以这个动作它是紧中带松，松中带紧，看起来简单，里面不简单啊。你们做的时候呢，就是动作可以缓慢，就像这样慢慢的去做啊，挪动起来，然后慢慢的感觉这个腰啊灵活了。很多朋友刚开始做这个动作，他灵活不了，慢慢的腰灵活了，动作做得越来越好。每一下伸展，比如说我现在以我的右脚为例，右脚往下伸，伸到极限，这就是我的极限。你看这个是正常，这个往下伸就是极限，然后回左脚到极限，右脚到极限，左脚到极限，右脚到极限啊，就这样啊。每天去搓上一个50下到100下，然后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腰部，你会发现前所未有的一种非常好的轻飘飘的体验。而且呢，这个动作坚持做一做，你整个身体啊，我们讲的啊，这个腰部为轴心，然后你的腿啊、脚啊、背啊都能慢慢打开。这套动作是非常好的动作，虽然大家可能看起来啊普普通通，但是呢，你体验完以后啊，你会发现它和你以前接触的一些锻炼的动作又是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啊。孰好孰坏呢？其实自己体验就能感觉出来。好了，咱们今天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到这里，我是大伟。还是那句话，在别人那里啊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大家没有关注的一定要关注我一下，谢谢大家。